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加快推动旨在对抗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落地，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造势。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近日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未来几周之内将拟定印太经济框架规划的详细计划，今年夏天中期前将进行协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访问斐济期间表示，美国最近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恐怕将无疾而终。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名单为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3个国家。上周四，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斐济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第14个创始成员。分析称，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加快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落地，以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造势。据日本经济新闻周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透露，拜登政府正想办法实施印太经济框架中的规则，谈判预计在夏天的中期前开始。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中期选举确实非常重要。他们也确实是想赶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有所政绩，能够为自己的选举能够博得更多的资本。印太经济框架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国为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所提出的框架。不过，英国《金融时报》5月24日发表社论称，倘若美国真想赢得21世纪亚洲影响力的竞争，这完全是错误的方向。它让并非明显是美国盟友的亚洲国家感到困惑，为何要自找麻烦加入这个框架？社论指出，美国国内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大幅下跌。这些亚洲国家认为，11月中期选举之后，拜登将成为难以连任的跛脚鸭总统，所以他们必然推测，美国2024年可能会选出一位共和党总统，甚至可能还是特朗普，而后者将会撕毁拜登提出的脆弱倡议。此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印太经济框架缺乏任何激励措施，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美联社报道称，印太经济框架没有提供美国市场准入的优惠条款，在关税方面也没有做出承诺，其吸引力遭受质疑。印度商业标准报则称，印度虽然是初始成员国之一，但对于该多边框架中的贸易、监管标准等问题，却是准备最不充分的国家。因此，该框架对印度是利是弊，结论还不好下。此外，文章还指出，这一框架地缘政治含义太明显，印度如今加入该框架，势必给其未来的国际政策取向带来严峻挑战。它务虚的层面还是居多，更多的强调基于价值观来重构所谓的价值链和供应链。说到底还是在玩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东南亚国家说到底，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从与美国的这种经济合作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贸易和投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东南亚国家虽然有所期待，但是如果说美国不能够真正的把框架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的话，那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一定会大打折扣。当地时间周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斐济期间表示，美国最近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把经济事务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识形态化，连正常的商品贸易都要用是否符合美式价值观来衡量。这种做法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给自由市场戴上镣铐，与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经济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恐怕将无疾而终。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周五闭幕的第27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会议上，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称，印太经济框架是政治性而非经济性框架，旨在排除和对抗中国。中国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却被排除在外。美一心要排除中国，并向南海派遣军舰，这可能导致意外事件，并引发暴力或战争，不利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各方应避免美中冲突升级，维护地区稳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对马哈蒂尔的发言表示赞赏。马哈蒂尔前总理说得太好了，他的话说出了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心里话，也清楚表明了地区国家最关心的和最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是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美国背离这一方向，为一己私利，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损害别国和地区整体利益，
这一做法难以获得支持，也注定没有办法走远。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注重在核心技术上对中国形成遏制。近2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科研机构不断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美国政府更是推出强调遏制中国的美国竞争法案。而印太经济框架中关于制定数字、数据领域相关标准的内容，同样反映出其封锁中国的意图。此外，拜登政府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体系。印太经济框架中同样包含提高供应链安全、确保关键技术与原材料可获得性的相关内容，也可视为其供应链脱钩战略的一部分。有观点认为，虽然全球化进程放缓，与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构成了一定挑战，但区域一体化稳步推进，又为中国带来新机遇。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直接投资地区，中国企业也已深度融入东盟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东盟等亚太市场，对中国出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而印太经济框架与 RCEP 的参与国存在较多重合。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中，仅有美国、印度2个国家未参与 RCEP。中国可借助东盟及周边地区区域一体化的红利，更好发挥 RCEP 的作用，推动中国在贸易和直接投资等领域与他们更深入的融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亚太成功的密码是合作共赢，不是零和对抗。中方愿同地区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地区经济，共同建设美好的亚太家园。中国呢，只要在既有的这种合作框架之下，继续向前发展，包括 RCEP， 包括“一带一路”这样一系列真正能够推动有关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计划，我们呢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挑战。印太经济框架与美国中期选举这样的关联是什么？印太经济框架呢，不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协定，不涉及到关税和市场准入。那么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劳工阶层呢，就不会有被印太廉价产品抢走饭碗的担忧。但同时呢，这个经贸框架是按照美国标准，在公平贸易、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劳工权益等领域呢设置规则。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拉起了这个制约中国的大旗。这样呢，既能够让美国选民没有丢掉饭碗的担心，又能满足制约中国、保证供应链不致中断的心理满足。那可能呢会在这个中期选举中呢去投民主党的票。就是说呀，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呢，也是拜登政府打出的一张选举牌、政治牌，来挽救民主党呢在中期选举中的退市。这张牌呢能不能打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反正呢，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把话挑明了，这个经济框架呢，只有破坏这个全球供应链、人为制造技术脱钩和经济脱钩的作用，而对参与者呢没有什么实际好处。能不能呢骗住美国选民，就看民主党的政治鼓动者怎么唱怎么演了。